Hola， 老师。Good morning。他们来喽。OK， 好，拜拜。我们不是约在工作室吗？怎么带我们来这里啊？这里是老师的家，他以后不进工作室了。为什么？这还用问啊？一定是薛海了嘛！你想他卖那些童装，成本这么少，价钱这么高，他布也用了。里面请。这边坐。打扰了。听说你离职了？对啊。怎么这么突然？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大师，你不用关心这个，你只要关心社柜的问题就可以了。我不要对大师这么没礼貌了。我都已经教大师了，还不礼貌？大师，不好意思哦。沈信仁，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不要叫我大师，叫我老于吗？老于。Michael。哟。这是我这几天设计的衣服，你帮我看一下，顺便给我一点意见。可是我又不懂服装设计，怎么给你意见啊？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你看到的感觉告诉我就好。哦。这些衣服跟你之前设计的风格很不一样哎。哪里不一样？是你眼睛长不一样，还是图画的不一样？你不懂啦，大师之前的设计风格都是低调华丽的手工定制服，可是现在这些衣服就比较普通。哪里普通啦？你看这些衣服虽然很简单，可是都充满设计感哎。哪里有设计感啊？不就 T 恤牛仔裤吗？五分谱也很多啊。拜托你仔细看一下这牛仔裤好不好？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它车缝线是红色的哎。还有 T 恤也是啊，你看它剪裁那么立体，设计的图案也很特别啊。沈信仁，你真的很了解我的想法。这些设计本来就是以你为蓝图而发想。记得当年你第一次试穿我洋装的时候，我看见你眼神充满了喜悦和幸福，那种眼神我一直记在心里。所以我期待在未来有更多人买得起我设计的衣服。所谓的平价时尚，是你给我的启发。我觉得你现在的设计概念非常棒，我相信这些衣服将来一定都会大卖的。晚一点再拍马屁。现在最重要的是先谈社柜的问题。没错，我们是要谈社柜的事情，但我没有跟你谈，我要跟沈信仁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到我们的百货公司设柜？真的假的？你愿意？谢谢大师，谢谢你。谢谢老于大师。你先不要谢得那么早，社柜的事情可能跟你想象的有点出入。我并没有以我自创品牌进驻金狮百货。什么意思？我已经担任了 PB 的设计总监，也就是说，我要谈的是 PB 进驻金狮百货。
重做啦。再做不好的话，就不是服替代役，而是服劳役喽。快去！菠菜我洗干净净。情人节，来，我有帮你准备包厢了，先帮你带位啦，请。啊，你走啦！来，有位就甲坐落，自己人不要客气啦，卡这个跌落，安尼就对啦。哎呀，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真是辛苦你了，千呼万唤你才驶回来呀。怎么样？哎，于晨风答应了没？是经理，大师已经答应到我们的百货公司进驻了。太优秀了嘛你，陈信仁啊，经理总算没有这几年白疼你呀、你就是我们营业部的黑桃 S， 大家给他报以最崇高的敬意，鼓掌啊！经理，我还没有讲完。大师的意思是说，他希望以另一个国际品牌 PB 到我们的百货公司进驻，不是他原本的自创品牌。不是他的自创品牌。还搞什么东西啊？这跟当初讲好的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大师只跟我说他接下了 PP 的创意总监，希望可以用这个牌子到我们的百货公司进驻。可是我们就是要于晨风的自创品牌嘛，于晨风同名品牌，于晨风手工高级定制服 ，Haute Couture。这沈信仁，这样老总他绝对不会接受，我是要怎么跟老总交代啦？经理，你又不上去报告，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接受？你有时间在那边大吼小叫，你干嘛不直接去跟他讲啊？废话，这还要你教我啊？这就好比说老总要一台双门敞篷车，结果你牵一台4门的挂天窗来，差不多哎。那差很多。经理，你答应过沈妈说你要升他当组长，并且加薪1万，你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要怎么跟沈妈交代啊？而且你还拿人家1瓶酒。啊，好啦，我知道啦。啊，但这个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我待会去跟老总报告的时候，我会顺便提到这个事，应催应急。新人，你总算回来了，而且还是组长哎，你的辛苦啊，终于有代价了。唉，我看很难，人家于晨风搞不好最后是白你一道，白忙一场。对啊，人家至少还有事情可以白忙一场，不像有些人坐在办公室角落坐了5年，还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忙。你屁股不痛啊？那就麻烦你负责联络。好，你先讲。你怎么受伤了？台风天，沈信仁他们老家漏水，他们家只有他跟他妈，也没有其他的男生，所以我想说帮忙到屋顶上面看看漏水的情况，顺便拿帆布盖一下水，结果不小心摔下来就变成这样。你怎么会去信人家？反正我就是有一点事情要去找他啦。对了，听说于晨风要用 PP 进驻金狮百货，是真的吗？真的啊，于晨风那个家伙真的是，如果他有诚意，就用自己的品牌进来设柜就好了嘛，干嘛用了什么 PB 的，莫名其妙。看来你也不是很赞成。相当不赞成。这件事情也许在前几个月还有话题性，但于晨风这次是用平价路线进来设柜的，之后一定会在其他的百货公司拓点，到时候金狮百货就完全没有优势哎。
那你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沈信人吗？没有。为什么？你们不是 partner 吗？沈信人现在是油门全开在往前冲，我懒得泼他冷水，而且现在叫他收油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只是希望这个案子可以过关，我希望上面可以答应于晨风进来设柜，这样沈信人对史特龙还有总经理也算是有个交代了。所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我想拜托你跟招商部那只兔子，跟招商部的胡副总说一句好话，让于晨风进来设柜顺利一点，不要让沈信人白忙一场了。我是很想帮信人这个忙，不过副总对于你们上次月权招商介入中秋礼盒月饼的事情还耿耿于怀。我想他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这次合作案。真的假的啊？他眼睛小，脑子小，心眼更小。胡建中这种咖到底是怎么样当上副总的啊？副总是总经理的人嘛，很多事情董事长都会被埋在鼓里。虽然我常常看不过去，不过身为部属，我也不好说话。不过，如果我有机会遇到董事长的话，我一定会帮信人说话的。你有什么建议，你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如果遇到董事长，我会直接跟他说。你认识董事长？不认识。但是我有其他的管道。董事长的司机是我们家的亲戚，也许我可以透过他帮忙传达这些讯息，但只是也许，总比没有好嘛。那我就先谢谢你了。不用谢。我觉得你对于金狮百货的营运真的相当的投入，认真的男生真的很有魅力。你终于发现了。那请问，认真负责的优良员工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们认识买刚好1个月的纪念日，也是你发薪水的日子。真的假的？别忘了你说过的话。说过什么？个十百千万，个十百千万，3万。秦子琪，你终于领到你人生的第1份薪水。你以为我不想要用好一点、吃好一点吗？我省吃俭用，拼命存钱，只是想要赶快存到头期款，赶快买房子，接我妈过来一起住。你以为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啊？
现在这些东西花了多少杏仁的梦梦乌鸡精啊？拜托你心存感激好不好？你以为这是牛肉吗？这是杏仁的肉，杏仁1个月的生活费才5000块，你只不过吃了几顿花椰菜配意大利面就受不了。你知不知道杏仁吃了几年？4年，他吃了4年呢。刘云乐，沈杏仁回来没有？干嘛啦？杏仁还没回来啦。哎，秦子琪，你当我们家资源回收厂哦？垃圾厨余要拿来我们家丢？什么垃圾？你自己看一下，你闻闻看好不好？哇，是披萨、烤鸡、红酒，还有蔬果汁哎！秦子琪，你发财了！我是看你们平常对我还不错，让我搭伙，我把我生平领的第1份薪水拿来请你们吃大餐，怎么样？感动没有？是还蛮感动的啦。掉2滴眼泪来看看啊！哭点没这么低耶，不准点眼药水。幼稚鬼！哎，想不到你的人性还没有完全幻灭，居然会良心发现。你以为我是你啊，小气鬼！称赞你几句就给鬼给拐。哎，晚上要吃大餐了，再多咬几下好了。不要偷吃好不好？秦子琪，你不是说这是要孝敬我跟杏仁的吗？光是用闻的不会饱 ，OK？ 你跟沈杏仁是不是姐妹？是啊。那你就应该要等她回来吃啊！你不会因为一根薯条打败你的人性吧？还说我没人性？算你狠！来，喝茶。怎么跑来了？来了也不按电铃，一个人傻傻的站在外面。其实我有很多事情想要问你，所以就直接跑来了。可是我又觉得问你这些好像很没有礼貌，所以就不好意思按电铃。有什么不好意思？有什么事你说吧。那我就直接问喽。你在巴黎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突然接下 PB 的设计总监呢？那你原本的自创品牌怎么办啊？看来你对我的行程是了若指掌。其实平价时尚一直是我想做的。我之所以会接下 PB 的设计总监，是因为想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的创意被看见。就好像8年前的我一样，我只需要一个平台，就可以向世界证明我是可以的。
记不记得你以前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以前买不起我的衣服，现在更买不起。记得，我记得。我希望我的设计能被喜欢的人穿在身上，而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像被挂在橱窗里或者被印刷在杂志上面。所以我才会接下 PB 的设计总监。我没有用自创品牌在金狮设柜，你是不是有点失望？老实说，我原本真的有一点失望。可是刚刚听你讲完之后，我完全可以了解你的意思，完全了解。那你们公司反应怎么样？沈信仁，虽然我对你很有信心，但是我并不想为难你。大师，你放心啦，只要你对我有信心，我一定会想尽办法说服我们的主管，想尽办法让 PB 可以到我们公司进驻。还有什么事情呢？那魏明娜呢？她也同意你这么做吗？我想做什么事情，应该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吧？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回去，我赶快回去想想企划案该怎么写。哦，等等，我东西要给你。送给你，小礼物。披萨都快变饼干了啦，你不饿哦？还好。你还好，我不好啦，再饿下去我都要昏倒了。你有没有这么虚啊？要不然你打电话叫沈信仁小姐赶快回来吃饭啊！啊，你为什么不打？我忘了带手机。我接你啊。不用。我干嘛打电话给她？好像我拜托她回来吃饭一样。她要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就算了啊。你终于回来了，我快饿死了啦！哇塞，这怎么回事啊？中乐透啊？亲子期间良心发现，请客吃饭，我要开动了。哦。哎，你去哪？为什么这么晚回来？我去找大师谈事情啊。谈什么？为什么不找我？还能谈什么啊？不就社柜的事？反正你那么讨厌他，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嘛。哎，乐乐，你看，大师今天有送我小礼物哎。哇，大师送的礼物一定超有品味的。哇塞，是小洋装哎！快！这应该是手工定制服吧？大师对你好好哦。哎，你知道大师的手工定制服一件最少要10万块起跳哎？真的假的？那么贵哦？真的啊！哦，我没有想到大师会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哎。那是人家订了不要又卖不掉，所以才拿给你，好不好？秦子琪，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啊？你要是羡慕的话，我可以借你穿啊。这种童装 size 只有发育不良才穿得下，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啊？你说什么？童装。哎，亲人，你看，还有这个巴黎铁塔的钥匙圈，好可爱哦！
卖给观光客，一个1块欧元，换成台币可以买一个御饭团。翻过来后面还有 Made in Taiwan。要你管啊！至少这是大师从巴黎带回来的，坐过头等舱。我看你连淡水巴黎都没去过吧？对，从巴黎买台湾的东西回来，真是相当有诚意啊。你想怎样？Made in Taiwan。哎呀呀，不要理他了啦！哎，大师送你这么好的礼物，社柜的事情应该100%搞定了吧？还不一定啦，现在事情跟原本的计划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没有关系，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帮大师，让 PB 可以在金狮百货设柜。哎，你有没有搞错啊？史特龙还没征求老总的同意，你就让那什么老于的用低级品牌进来设柜？什么低级品牌啊？你真的很失礼耶！而且我是被大师平价时尚的理念感动，所以才决定帮他的啊。有什么好感动的啊？你不会因为一件童装就感动了吧？收人家一点小礼物就被收买，你的专业在哪里？公司立场又在哪里？哎，亲子琪，怎么这样说杏仁啊？真的很差劲哎你！我差劲，我是怕他要出包好不好？到时候真的回不了营业部，就真的回家吃自己了。秦子琪，你是哪里不舒服啊？这件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不用你担心我啦。好，你自己想办法。如果我在石头面前再帮你说一句好话，我就是猪头。你是啊？叫什么叫三太子？这个月搭伙费3000块够不够？不用找。哎，亲子琪，你不吃啊？他今天发什么神经啊？哎呀，他不是吃错药，就是忘记吃药了啦。沈杏仁啊，沈杏仁，怎么样，经理？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吗？你知道我刚才在各部门大会，我被总经理还有招商部电得多惨呐、多惨啊！啊，惨不忍睹，惨绝人寰，惨无人道。沈杏仁啊，我们金狮百货就是需要于承峰的自创品牌来帮我们树立与其他竞争对手不一样 fashion 的形象嘛。你这样让他引进一个平价时装品牌进来，哎，这跟找那个青蛙牌，哎，这脚印牌来有什么不同啊？秦子琪，奶，你奶。我请问你一下啊，哎，如果你是总经理的话，你根本跟他 kimochi 就没送哎。会。我觉得余承峰只是想要把金狮百货当成他改变设计风格的跳板，利用金狮百货大笔的宣传预算来为他事业风险抬轿。啊，对嘛，秦子琪啊，你袂歹呢。你可以不顾跟沈杏仁的儿女私情讲的字字中肯，句句属实啊。沈杏仁，我拜托你，你一定要去劝于承峰改变心意，否则我哪里来的筹码帮你跟老总谈，让你回来正式升职加薪呢？不是经理，我不懂哎，为什么一定要高级的手工定制服才可以？我觉得大师他要推广平民时尚的这个概念很棒啊，这样就可以让很多跟我们一样没什么钱的上班族有机会可以用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物超所值的衣服，这样不是很好吗？而且这如果成功的话，一定会在金狮百货造成新风潮，也会引来更多的购物人潮啊！哇，杏仁姐，你可真有斗志啊！你知不知道这一战打下去，不成功变成人呢？我劝你还是保守一点好，不然像上次红酒事件一样，砰，一不小心就打破了呀。哎，奶，沈杏仁，现在都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啊，自己回去好好想想该怎么做啦。我只是就事论事。
到底要怎样才可以让公司接受老于的理念呢？哎，新人他们在那边，要不要过去啊？不用。男人有钱就作怪，才刚领到薪水就请郑凯儿吃饭。我看啊，他肯定撑不到月底，就会来苦苦哀求你说要让他搭伙。我才不理他嘞！哎，乐乐，史特龙要我去说服于晨风，可是我真的很难开口哎。我知道你很为难啦，尤其是大师又对你不错。哎，但你不要忘记哦，这个饭碗啊是你失而复得的。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聪明一点，长官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要再自己出主意了啦，免得哦搞到有功没赏，打破要赔的，知不知道？干嘛？你和猪排饭有仇吗？还是有人踩到你的地雷？就是沈杏仁啊，他昨天自己跑去找于晨风收人家点小礼物，就答应别人用次级品牌设柜。我好心开示他一番，结果还被他呛，莫名其妙。既然你都点明了后果，他如果还是那么坚持的话，那也没有办法。而且他还叫他老于，他就仗着沈杏仁对他那一点点才华的崇拜，为所欲为的牵着他的鼻子走。还有，我真的看不懂那设计图到底在画什么，不就是 T 恤牛仔裤吗？随便画一下他就可以当大师，那你也可以当大师，我也可以当大师啊。哎，说真的啦，你还是去沟通看看，争取于晨风的自创品牌，这对你跟公司都是最好的选择啊。可是大师推广平价时尚，可以让很多像我们一样收入不高的上班族有机会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不觉得这真的很棒吗？可是公司又不是我们开的，你还是趁早去找于晨风，拜托他改变心意啦。哎，我们只是个上班族，平安最重要。还有，我再提醒你一次哦，不要又自己出主意。哎，还有拜托你，去见大师的时候啊，打扮一下，不要连弄头发的钱都舍不得花。你看那个郑凯儿，每天打扮得这么招商，哪个男人不吃她这一套啊？女人哦，face 最重要。听你那么说，于晨风好像特别看重杏仁，居然还送他礼物。你不会羡慕沈杏仁收到老于的礼物吧？当然不是啊，有业务往来的礼物不能乱收，否则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为什么？客户送礼不出2种理由，第一种理由是想官说行贿，当然沈杏仁和于晨风不是那种人。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是客户对我们有意思。不会吧？除非老于疯了。魏敏娜、沈杏仁类型差很多哎。我只是以我的经验去猜想，不过感情的事情很难说。不然，以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大师，有必要送一个百货公司专员一份礼物吗？哎，杏仁，秦子琪是不是在跟郑凯儿说我们的坏话？我们哪有什么坏话可以让他讲？哎，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郑凯儿跟男同事吃饭哎，还坐在那么昭告天下的位置，算他厉害。我觉得郑凯儿迟早会被他把到。那就赶快让他把到啊，这样这个人就不会一天到晚上来骚扰我们了。你不介意吗？我为什么要介意啊？
我看你对他这么好，我还以为你喜欢他。我喜欢秦子琪。我喜欢秦子琪？怎么可能啊？谁会喜欢像他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少爷啊？你呀？我还没有笨到那种地步，好不好？你觉得杏仁笨，但说不定于晨风觉得他很可爱。事业有成的熟男，很容易被这种年轻女孩子所吸引。随便啊，大师的品味不关我的事。我觉得你很在意沈杏仁，和我吃饭，可是话题一直绕着他转。我真的不是在意他，我只是担心社会的事情又被他搞砸了。你晚上有没有空？除了加班，没有别的事。加班不算。那就没事。那我请你看电影。还是星空下的蚊子电影吗？当然不是。这件洋装真的很适合你。谢谢你的礼物，我真的很喜欢。你带我到这么高级的餐厅吃饭，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紧张，我很怕，万一不小心打破什么东西，会不会就要留在这里洗碗洗一辈子啊？是没那么夸张，但是我记得我上一次打破了一只水晶杯，然后在外面趴车，大概趴了有半年左右。Bonsoir mademoiselle. Bonsoir monsieur. Qu'est-ce que vous avez de spécial aujourd'hui? Ce soir, le chef vous propose un foie gras poêlé à la poire et au gingembre, suivi d'une assiette de roquefort. C'est bon pour moi, merci. Ça点什么？这里有可乐吗？可乐不是正餐呢，而且我们已经点红酒。这菜单上的东西都好贵哦，我点不下去。而且我这辈子都没吃过法国菜，也不知道要怎么点。那我帮你点，什么东西不吃？我什么都吃，太贵的不吃。好，那我帮你点法式羊排。嗯。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Bon appétit, merci。好了，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是社柜的事啦。所以你们公司不同意？也不是不答应，只是我们公司比较希望你可以用原本的自创品牌来进驻。抱歉让你困扰，不过这件事情不是我可以决定的。你不是老板吗？为什么不能决定啊？
于晨风这个品牌是我自创的，没有错。但实际的经营者并不是我。这次我去巴黎，就是告诉他们我要放弃于晨风这个品牌，我已经接了 PB 的设计总监了。你要放弃你原本的品牌啊？那魏敏娜怎么办啊？她也会跟你一起到 PB 变成专属的模特儿吗？对不起哦，我好像问的太多了。他现在是于晨风这个品牌的执行长，他并不会跟我一起离开。魏敏娜是执行长，怎么会这样啊？当初是魏敏娜的父亲出钱帮我成立品牌，换句话说，真正的老板是他父亲，并不是我。那你们现在还好吗？也没有好跟不好啊。情侣之间，工作跟感情本来就不能混为一谈。更何况我们两个都是各自不同领域有专业的人，更不应该互相干涉。魏敏娜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不管对工作或者对我，她都不会轻易妥协。你的可乐。谢谢。对了，一直忘了问你，你的手表呢？弄丢了，反正是 A 货嘛，没差。你上次说过，如果我对公司有什么建议的话，你可以帮我转达给董事长。对啊，你有什么要转达的吗？我把这几年的想法整理了一下，你有机会再麻烦你的亲戚帮我转交给董事长。No problem。麻烦你。哎，你真的很拼哎，做事能干果决，行动力一流，跟你的外表真的很不搭哎。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很多人发现我不是他们以为的小女人，所以就被我吓跑了。但其实我也有软弱的一面，我也想要找个肩膀依靠。不过大概是我太独立了，所以不习惯在男人面前表现出软弱的一面。时间到了。哦。哎，没关系，我不介意。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习惯。吃得习惯吗？不习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所以不习惯了。美食呢，可以让人忘记烦恼。如果真的喜欢的话，下一次我再请你。不好啦，下次应该换我请你才对啊。不过，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么贵的店吃啦。我又不是非得吃很贵的餐厅，重点是看吃饭的对象。社会的事情不用太勉强，我并不一定要在金氏百货社会。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再跟公司沟通看看。去哪？我送你。不用啦，
我自己去坐公车就可以了。那我就陪你等公车喽。走啊。对不起，我选错片子，害你刚才哭成这样。电影很好看，而且剧情也很感动。看个电影不用这么认真啊。是你说过要开始学习软弱的。等我一下。干嘛啦你？史特龙是叫你来跟老于沟通工作，不是叫你来约会的，好不好？我哪有约会啊？你在讲什么啦？穿成这样子怎么样？你要加入少女时代啊？我穿什么关你什么事啊？奇怪哎。好，不关我的事，以后你被史特龙定，你自己想办法。这应该不是下属对上司应该有的态度。是我约沈杏仁小姐吃饭，我们确实在谈社规的事情。你应该为你刚刚的态度跟沈杏仁小姐道歉。我跟沈杏仁讲话不关你的事。秦子琪，你干嘛？你真的很莫名其妙哎。谁莫名其妙啊？你呀。我们走了。兔子再见。再见。杏仁身上的洋装是于大师送给他的特别定制服吧，很有质感，很适合他。哪里有质感啊？很普通啊，人普通，衣服更普通。你好像很在意沈杏仁和余晨风在一起。大家都是同事，应该关心一下。那你会像关心杏仁一样关心我吗？当然。他已经有老于了，关心他干嘛？我们走。我回来了。哇塞！杏仁今天好漂亮哦！哎，认识你到现在这么久，第一次发现你可以打扮得这么美哎！看吧，就找你打扮一下。哎呦，那是因为大师的洋装漂亮，好不好？哎，你打扮得这么漂亮，你们今天约在哪里啊？哦，我跟你说，我们约在一家贵死人的法国餐厅，你知道吗？那个菜单上每道菜都是天价哎，我根本点不下去啊。哎，你那是什么眼神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不会吧？哎呦，不是你想的那样啦！哎，大师送你这么贵的衣服，又约在贵死人的餐厅，
下重本不可能不求获利。杏仁，你一定是他的菜，大师肯定想追你。怎么可能啊？哎，他女朋友是魏敏娜，国际名模哎，而且是那个史特龙叫我去说服大师的啦。啊，这种约会最无聊了。哎，那大师说什么啊？大师他要放弃他原本的品牌了。怎么会这样？哎，这个一定很八卦。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吃的和喝的，你要一字不漏，仔细的告诉我，哈。哎，刘雨乐。史特龙是叫你来跟老于沟通工作，不是叫你来约会的，好不好？我哪有约会啊？你在讲什么啦？穿成这样怎么样？你要加入少女时代了？我穿什么关你什么事啊？奇怪哎。好，不关我的事，以后你被史特龙定，你自己想办法。你在干嘛？写案子啊。你可以明天再写啊。你知道女人年纪过了40岁，新陈代谢会开始变慢。你以为你可以再熬多久啊？是谁告诉你我40啦？而且我的新陈代谢不用你担心。再说你都已经50了，怎么这个时候还在这边没有睡觉？我是看你灯还亮着，上来问你要不要吃宵夜。吃什么宵夜啊？有没有这么饿啊？你要是这么不喜欢把钱放口袋的话，都拿来放我口袋好啦。想得美。我是好心提醒你，要不然到时候月底又没钱，不能请郑凯儿看电影，又要跟我借啦。对啦，我穷，不像老于可以装阔，他不在家里做网课，可以送你衣服搞浪漫，还可以花钱请你吃大餐。哎，我们是在谈公事哎，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往那个方向想啊？谈公事一定要穿得跟作秀一样吗？谈公事一定要约在高级餐厅吗？之前网络黑海已经把你讲得很难听，说你陪睡耶，你还不懂得避嫌。邢子琪，整个计划案你明明也有参与，整个过程你应该最清楚状况。其他人讲这种话就算了，怎么可以连你也这样说啊？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啊，我只是怕你被邮寄上骗了。谢谢你的关心，不要以为大师的想法会跟你一样，你们的境界差很多。想看大海深处的繁星，想听冰天雪地的蝉鸣，得不到都不去，就像你，一面随性，一面封闭，那一面是我自己，朝无边路去寻找会上飞的自由落体，一面抽离，一面贴近，并重到底就痊愈，理智的对谁放肆着迷，想着练习分离，面向太阳找背影。陈信仁，哎，你交的这份报告跟昨天的那份是差在哪里呀？有经理，这个我昨天晚上修改过了，你看这个第3页。哎，这怎么样？大尾哦，还叫我看第3页。
我知道嘛，现在就还是 PB 进驻，就不是余承风的自创品牌啊。哎，沈杏仁，你不要再搞笑了啦，很难笑。经理，他没有在搞笑。啊，点点来死看嘴耶。经理，我做了很多品牌分析，我知道最近也有很多类似的厂商想要进驻我们金狮百货，可是以相同价位的柜位来讲，PB 在形象上绝对会是对我们公司最好的选择。对啊，经理，你就不要为难杏仁姐了嘛。地摊货穿习惯的人哦，随便贴个商标就以为是名牌了。Miss Melly， 您是没有看到在下在跟你们家杏仁姐对话吗？你是插什么花呀？还是你异常的有什么样具体高见？愿闻其详。经理 ，PB 是国际品牌，现在又有余承风的加持，其实让他们进来设柜，对公司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好了啦，杏仁姐，今晚我你做大，我是你细汉，算我给你救啦，你嘛帮忙，卖个小孩啊啦。这个老总已经打了回票了，我劝你就死了这条心，不要再鲁小小了，会吗？经理，余承风设柜的事情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现在就只差一点点了。那不然，我们把企划案直接拿给总经理看。沈杏仁，经理知道你有你的抱负，可是老总的 style 就是他说 no 就是 no， 除非董事长说 yes， 这个你也知道，谁也不能改变的啊。那我们直接把企划案拿给董事长看。小朋友，我先警告你哦，这个艺人做事艺人当，小丁做事可是小叮当哦。那个中秋月饼加红酒的事情啊，已经搞得我每天面对高层的时候，我都不用去日晒了。我比一个我大弟啊啦，你别给我搞我害啊，好不好？快，赶快再回去改去，再想想办法，好不好？上班时间呢，没精打采，干嘛？我之前预支公司薪水说好这个月开始摊还了。好，帮你交给财务部，没事了哈。还有，这是招商部副理郑凯儿对金狮百货的营运建议，麻烦副总一起转交给秦董事长。为什么？因为秦慕白先生平常没有其他的兴趣，他唯一的嗜好就是泼他儿子冷水。只要能够打击我的自信，他比谁都嗨。但我也是个男人，我想保留最后那一点点自尊。不是问你这个，是要问你为什么要帮郑凯儿？你这个叫越级报告。你们俩同部门？不是。他直属上司是谁？胡建中。那就不是你喽。你们俩什么关系啊？纯友谊。还特别这样强调，怪怪的。哎呀，董事长找我做事，不是做你们父子的传声筒，或是当少爷你的快递。而且董事长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道理，你总有一天会理解的。我不想理解，我也没空理解，反正你帮我拿给他就对了啦。你就帮我一下啦。真受不了你哎。你不是要当男子汉吗？要么就自己拿给他，要么就当这件事情没发生。我再强调，我是赌你赢的哦。长大喽。他连董事长都搬出来啦，烂死了！这什么瞎主管嘛，一点 guts 都没有。
这种上司根本就是活生生的蟑螂啊！也没有那么夸张啦。我知道经理他也有他的难处啊。他钱多事少，每天坐在那边翘二郎腿吹冷气，连我都想扁他嘞！你还帮他找理由，你乐乐，干嘛？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你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那个董事长他家住在哪里啊？我不会跟别人说是你告诉我的。可是董事长这种大人物是不会见我们这种小咖的啊，不然在他家门口陈情的人，岂不是要排到美国去了？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秦子琪不是说他是什么董事长司机的亲戚吗？不然找他帮忙好啦，反正废物利用不用白不用。不行，这件事情我不要任何人帮忙，我希望可以自己当面去说服董事长。走啊，这你家哎，有跟没有一样啊。走啦。秦子琪，龚副总，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走啊，这你家哎，有跟没有一样啊。走啦。秦子琪，龚副总，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我们刚在路上遇到，喂，副总来找董事长，这谈公事。我来找司机谈私事。你来干嘛？我也是来找董事长谈公事。啊？我这边有一份余承峰社柜的企划案，我想说拿过来给董事长看看。沈新仁，你很认真，我知道，但是公司有那么多厂商哎，每一个单一个案，它的签核权限是在总经理，你这样是越级报告哦。副总，这个我知道，知道就好，所以麻烦你把案子带回去，经过你部门的史经理签过之后，照流程走一次吧。回去吧。报告副总，好的案子交给史经理，一不小心就会沦落到垃圾桶。你就看着他骑着摩托车千山万水跑这么远的份上，是不是敬请金狮百货全体员工最敬爱的丰副总向董事长反映一下，看他是不是愿意放低姿态，见见我们4年全勤的好员工，加冕他一下，提振士气。但是如果董事长这么喜欢摆架子，懒得鸟我们这些为公司打拼的基层小职员，那我只好据此转告其他同事们，以后为这些剥削劳工的资本家做事，其实可以不用太认真。你在等我给你鼓掌吗？Yep。少爷，少爷，少爷的车脏了要洗，对不对？啊？安杰丽娜·裘丽。哦，很脏，很脏。我们去洗车。站着干嘛？进来啊！哦。
董事长，余承峰他现在担任 PB 的设计总监。如果我们能在第一时间就争取到他们来进驻社柜的话，一定很有话题性，双方的合作也会是双赢的局面。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越级报告？你知道你现在的行为，摆明了无视京师百货的行政规范跟人事制度。我知道我这样子做违反程序，可是经理跟总经理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企划案对公司真的很有帮助，除非董事长你答应，不然等到余承峰要跟其他竞争对手合作，那就是我们公司的损失了。总经理否决了这个案子，自然有他的考虑。你认为我应该给你面子还是给他面子？我只是觉得这样做对公司最有利，我不懂为什么上面的人要反对。你的意思是，上面的人能力都不如你，你想到的他们都没想到。我没有那个意思，董事长。我知道我的能力不足，我也知道长官们想的都比我多。可是基于我对这份工作的负责，我觉得我有必要把我认为最有利的事情告诉付我薪水的老板。报告董事长，车子已经洗好，请董事长叫阅。请。新人，方便让我看一看吗？哦。前面这边是市场调查，我把消费者分成3大类。我看得懂啊，谢谢。哦。沈信人都跑来了，你看他这么有诚意的份上，你看一下案子会怎么样？你不觉得一个司机的亲戚跑进来跟董事长说车洗好了，要董事长出来叫阅，这是很奇怪的事吗？还是你故意想让他知道你的身份？那个笨蛋不会发现的啦，史特龙都说他脑子是正方形的。连你都说他是笨蛋，那我有必要浪费时间看一个笨蛋写的案子？当然有必要。为什么？因为他笨到不会跟其他同事一起混，他笨到明知道被骂还是会跑进来，他笨到一心一意帮京师百货卖命，把自己存了4年辛辛苦苦好不容易买的小房子的钱都赔掉。董事长，这么笨的员工你不好好奖励他，你也应该听听他的想法。还有这个，你有空看一下。董事长，我说真的，你有空应该放下身段，听听基层员工的想法。创新改革，不是任凭你身边那些有的没的胡搞瞎搞。我不是正在听吗？不要老是替别人送案子，找个时间看看自己以前写的企划案。以余承峰的高知名度，还有薄利多销的方式来吸引逛街的人潮，同时带动公司中价位的饰品、化妆品跟美食街，这样的确可以提升公司营运的数字。你的企划案写得真不错，不过还是要麻烦你带回去，照程序走一次。副总，我就是因为按照程序送不出去，才硬着头皮跑来找董事长啊！我相信，如果是董事长，他一定可以理解这份企划案的价值。这不是现在我们要谈的重点。公司的规定都是董事长自己定的，他可是一言九鼎的人哦。这我知道。我会进入京师百货工作，就是因为董事长。我很佩服他白手起家的精神。我记得京师百货开幕第1天，他亲自带着1级主管在电扶梯前面迎宾，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我
我希望可以在他底下做事，希望可以跟他学习，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跟他一样优秀。原来你还是我们董事长的粉丝啊，那你就更应该了解啊。如果按照公司的规定，你这样越级报告，他有可能开除你，你不怕吗？我不怕，我之前已经有过一次离职的经验了。如果这次董事长因为这样开除我，我不会说什么，至少我为公司尽力了嘛。董事长，董事长，企划案留下了，记者下不为例。谢谢董事长，谢谢，谢谢副总。好了，回去上班了。哦，董事长再见，副总再见，再见，再见。董事长谢谢，谢谢，我去上班了，谢谢。董事长，这个企划我看了一下，其实他写的很周全。首先，他把这个消费族群分成3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属于我看得懂。是。哎，你干嘛？顺便载我回去的啊。讲得很理所当然哎，我欠你的。而且，你那天晚上讲那些话，我好像还没有原谅你哈。好了，我跟你道歉，你不要生气嘛。我完全感受不到你道歉的诚意。哎，你刚刚真的很带种哎，你怎么敢跟董事长讲那些话？一定要啊！为什么？我答应过大师，我会努力的嘛。原来有信仰会长智慧是真的啊。说什么啊？沈信言，我知道有信仰是好事，但走火入魔是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谁走火入魔啊？你呀！你再啰里吧嗦的，你自己走回去哦。上车，我载你。干嘛啦？你又不会骑，不要玩了啦。 4个轮子我都可以，这只有2个轮子，有什么困难的啊？看清楚。我说过我会考驾照，说到做到，我笔试100分哎。我答应你，我以后会吃花椰菜。我答应你，以后衣服我自己洗。我答应你，我去学骑摩托车，以后载你上班啦。以后上班我载你啊。不好意思哦，秦先生，我这台是125cc 的重型机车，所以呢？你这张轻型机车驾照只能骑50cc 的小绵羊啊？拿去坐后面啦，拿去啊！姐姐载你。 骑慢一点啊，杏仁阿姨。哎，你到底行不行啊？可以啦。直线。我很直啊。直线。我真的很直啊。再直一点好不好？你要多直啊？你以为是路考？我笔试100分呢。 没想到沈信仁的这个计划书
提的真不错。你去调一下他的人事资料看看。跟董事长报告，我查过了，沈信仁是营业部专员，来公司4年了，全勤，之前没有任何惩处的记录，只不过前一阵子打破了借来拍照的红酒，可是他自愿负全责，全部赔偿。再来就是他是董事长您的超级粉丝。你都查过了？董事长，我认为像 Jason、沈信仁这样的年轻人其实很不错，他们的想法很好，又那么有勇气，他们想做的事对公司有帮助，您不妨给他们一些机会嘛。脏衣服。之前是谁说过？我答应你，以后衣服我自己洗。我会自己洗，但你最起码要先把这个月的先洗完，以后我再自己洗嘛。我菜外把伞。这件干嘛啦？跟深色分开洗，最好手洗，而且要风干。规定很多哎，是有多喜欢这件衣服啊？这很贵，我泡妞就靠它了，洗换你就知道。没事就赶快回去啊！拜拜。鱼儿水中游，游来游去乐悠悠。当鱼真好，都可以不用吃喷。你又上来干嘛？你不要太过分哦！来我家好像在给他照咖呢。照什么咖啊？我一个人在家不知道吃什么，我们去逛夜市好不好？不行啦，为什么？我最近才刚赔了那么多钱，要省一点。我冰箱里好像还有半颗花椰菜跟一个青椒，我烫一下就可以吃了。你真的是省信人哎！你的小孩要不要叫省水电、省瓦斯，干脆叫省钱好了。哼，不好笑。反正都已经赔这么多钱啦，你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就老秦，老秦请客。老秦，你就是对自己太好了，才会每次到月底都没钱吃饭啦。一份我要今天我还请得起，走啦！哎，老秦，哎，吼！谢谢，你看谁来了？是 Michael 哎！老于，你怎么会来啊？冒昧造访，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不会啦，不会啦。老于大师今天不用做晚课吗？今天不用，谢谢。哦，对了，我来这边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你们董事长亲自打电话给我，要 PB 在金氏百货设柜。董事长亲自打电话给你 ，PB 可以设柜了。耶！给你发了！耶！恭喜大师，贺喜大师。秦子琪，你很幼稚哎。谁幼稚啊？你呀、为了表达我的谢意，我想请你吃饭，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赏个光呢？哎，这算不算公然行贿啊？不要啦，上次是你请我，这次应该换我请你才对啊。刚才谁说要省一点省水电？可是我没有太多的预算，不然这样好了，我自己做饭给你吃啊？不用麻烦了，真的。不用麻烦了，真的。而且只是青菜过水烫熟而已，真的不是很好吃，我怕大师吃不惯。你
们在这边等我一下，我再去多买一些菜回来。不用了，我们约改天吧。那就约明天好啦，你 OK 吗？我大师 OK 吗？我 OK 啊，我也 OK 啊。杏仁 OK 吗？我 OK。我不 OK， 我明天晚班。关你屁事啊！是有人约你。好了，那我们明天见，先走了。哦，老于，我送你。拜托，我送你。当老于真好，可以不用吃喷。我送你。哎，你从昨天开始就摆臭脸是怎样了？不要这样，你放手啦！你这样其他人会误会。误会什么？全公司都知道你在追郑凯儿，你应该也不算他误会哈。刚才经理我在主管会议上用我3寸不烂之舌苦口婆心，可以说是力排众议，终于让总经理点头，正式让 PB 社归了，大家鼓掌！经理 ，PB 能够进驻金狮百货，是因为沈杏仁纯真的拿着企划案给董事长才会过关的，好不好？沈杏仁，你真的跑去找董事长啊？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因为经理你跟我说，除非董事长他答应。不是，那是我开玩笑嘛，大家开个玩笑，交个朋友不行吗？哎，你有没有去跟董事长讲我什么啊？哎，还是说董事长他有没有问起我什么啊？没有，董事长人很客气，也没有多问什么。经理，我真的是衷心的崇拜你，像你这么有霸气的主管，竟然还会心虚跟紧张，真是外刚内娘啊！你是在攻杀小朋友啊？沈杏仁，你知道经理我一路上都是非常的 support 你的啊。这一次要不是总经理从中作梗，这个案子早就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哦，我知道。知道就好了嘛。我说过了，只要沈杏仁搞定于承峰，马上升组长，加薪1万，即日生效。鼓掌！杏仁姐，恭喜你升组长了，你总算是咸鱼翻身了。会不会讲话？人家是组长，你才是咸鱼吧？对啊，我们组长啊，头脑虽然不好，可是运气真的很好哎。对啊，像有些人运气不好，心地更不好。哎，没中。好了，干什么？分手擂台啊！杏仁姐，既然升官了，应该就要请客吧？上次沈杏仁升代理组长已经请过了，结果有人放他鸽子，害他荷包大失血。我觉得今天应该由我们伟大的经理请客才对。好啊，我请，小钱嘛，能吧？经理赞助4000，谢谢，外加200。经理好棒哦！我是经理万岁！
必要这么准时下班啊？差不多啊，我还要去买菜。哎，我跟你换班。今天晚上 PP 要促进装修，一定会忙很晚。我不要。为什么晚上要装修啊？怕影响客人，这么简单都不知道。谢谢，你保重啊。王董，我们最近有新厂商 PP 进驻，柜位会重新调整。我是担心会影响到你的生意，所以私底下打电话跟你说一声。不用客气，我一定是站在你们这边的。好，你放心，再见。吃泡面，加班啊，哪有什么办法？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新人呢？既然是他承办的案子，应该由他来盯现场施工吧？沈信人去跟老于吃饭，没空。他们两个好像越走越近了。于晨峰不是有个魏米娜吗？干嘛还到处乱放电？听你这么说，你好像在吃醋。沈宪又不是我谁，我干嘛吃醋？但是我深深的觉得你很在意沈宪人和于晨峰的事。我是怕沈宪人被骗，到时候人财两失。宪人她不是小女孩，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哇，你的牛肉面好香哦！我们也才不过吃牛排而已。大师晚餐吃得开心吗？有吃饱吗？吃得很饱，谢谢关心啊。哎，秦子琪，干嘛啊？这里交给我就可以了啦，你赶快回去休息。我下班了，要不要一起走？走。你先看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说，都可以再做调整。陈新人，经理早，那柜位装修的怎么样啦？很顺利，在一个工作天就可以开始营业了。非常之好。啊，那你助理秦什么齐呢？他去巡逻。那你干嘛 cover 他啊？
我哪有 cover 他？我没有啊。陈静然，这失恋这个事情哦，人人都会有，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走，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好歹你也是个小组长了，不要把私人的情感带到工作场合来。经理，我又没有谈恋爱，我跟谁失恋呢？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些经理都知道，我都懂，我也曾经年轻过啊。抢出男朋友没有关系，工作上面好好表现就可以抚平情伤了。Fighting！ 有事吗？有事，代志大条啊！刘宇乐啊，就我所知，全金狮百货没人比我更加大条啦。也没有事情会比你的脑筋更加大条啦，是跑错办公室是不是？不是啦，经理，外面有一堆厂商吵着说要撤柜啦。经理，这样公平吗？你们要调整专柜的位置，怎么连招呼都不用跟我们打一声吗？没错啊，厚此薄彼嘛。你们媒体宣传预算也只独后 PB 一家。既然金狮不在乎我们的感受，不如我们撤柜算了。对啊，撤！你们冷静一点，我想一定是什么误会，我们没有其他的意思，我们只是希望你事实都摆在眼前，都要开幕了，还有什么误会？我们要求更换柜位，每一次啊，你们都搞摸头安抚这一套。PB 有于承峰做招牌，既然你嫌我们没有他的知名度，干脆解约嘛。解约上，要撤一撤啊！你们要不要先到贵宾室？我觉得郑副理，庆姐，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啊？厂商来抗议，为什么 PB 可以优先选柜位？啊？哎，你不会说是上面才是的啊？我说了，他们不听啊！而且我上面就是你，哎，也对哦。不是啦，你上面是沈信仁沈组长，你问他。问我？我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所以我只好请示我上面的上面，赶快做出明确的裁示。看来公司是该好好的整顿一下。帮我找涂总来。总经理跟胡副总出差到欧洲去考察了。欧洲？之前才去了韩国跟日本呢，后来又去了澳洲，越跑越远。他们这出国考察率真是太密集了吧？部门之间业务有抵触，这是在所难免。可是把它闹到卖场来，还给客人看见，是成何体统？董事长，我就请封副总处理。等等，先看看再说。石经理，厂商说你们可以把 PB 规划到最好的柜位上。我们之前不是协议过，业绩好的厂商有优先选择权吗？对啊，这之前就讲好了嘛，早就讲好了，出尔反尔了现在。哎，好了，哎，大家冷静，不要冲动。哎，王董啊，不要生气，不要这样嘛。不要这样，那样怎样？我老实跟你说吧，网络上早有谣传说，于承峰之所以会来这里设专柜，就是因为跟你们的女员工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还条件随便他开。我看现在确实有事实。那封黑暗是假的，是有人恶意中伤。我们要不要先到贵宾室？我跟你们解释一下 PB 设柜的过程，跟 PB 设柜之后会对你们营业额带来正面的影响。还有，不用再谈了。现在不是于承峰换柜位，就是我们撤柜，2选1，你们赶快做决定。就是啊，马上给我们答案。我们现在就马上跟你讲。各位，我就是于承峰。我这个人喜欢与人和睦。如果各位对柜位的安排有意见，导致各位不愉快的话，我愿意马上撤柜。Michael， 这是金狮百货跟我签的合约书，请各位仔细看一看，这合约的内容是否跟各位有所不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我当场把它撕掉。老师，不好意思，厂商不是针对你来的，只是大家觉得柜位安排不公平，
按照惯例，绩优厂商是有优先选择权。对呀、所以这个柜位应该是我的。能够跟绩优厂商互换柜位是我的荣幸。如果您不嫌麻烦的话，我愿意用这个位置跟您交换柜位。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带我去看看您的柜位？其实啊，我也不是说坚持一定要换柜位的，我只是担心有人在黑箱作业，会损害到我们的权益而已。这一点我了解，合约你们也看过了，是不是黑箱作业？我请各位信任我。未来 PB 将在这边营运，有很多事情还需要各位前辈多多指导。对于今天造成的困扰，我感到十分的抱歉。反正只要是公平，我是没有什么意见。您真是一个有气度又有明理的人，谢谢。有点我年轻时候的样子。那当然，少爷是您生的，当然有年轻时候的样子。我说的是于晨风。好了，不要送了，去忙吧。真的很不好意思哦，明明是我们公司自己内部的问题，还要麻烦你出面帮我们解决。不要这么说，我也不希望 PB 的进驻造成你的困扰。那我先走了，拜拜。大师请留步。大师你好，我是金狮百货秦木白董事长特别助理，我们董事长想邀您过去聊一聊，不知道您方便吗？还好今天有老于，要不然金狮百货的屋顶就要被那些厂商都掀掉了。对啊，你的老于超帅的，有型、有智慧、有绅士风度。不过那个又壮又高的 Michael 才是我的菜。我知道。PB 的柜位也快完工了，再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回一趟老家看看我妈。要不然等到周年庆开始，我跟你就要爆肝了。周年庆，拜托你不要在睡前跟我讲这种会让我做噩梦的话题。我要去敷晚安面膜了，晚安。晚安。你上来干嘛？我来拿洗好的衣服，干了没有？还没啦，明天干了我拿到楼下给你。你还有别的事吗？没有，那晚安喽。哎，绿茶，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帮我带一份 donuts， 饿死了。经理，上次帮你买的咖啡的钱，还有一次我帮你买的早餐，你的钱还没给我哎。等
但我什么咖呀？我会欠你那几个臭钱吗？是不是月底为单是？哦。比我晚到就不用说早了。那不然说什么？什么都不必说，快做事啊！员工在职进修。你们两个一定是柜位装修没搞定，表现不良，所以才被叫去进修的。我说我们营业部出你们二活宝啊，真的会把我弄死。还都没人了，还去进什么修啊？经理，你也有一张哎。你看。哈，你也要在职进修哦？对呀，我不知道送公文的还有什么东西要进修的，花时间进修，还不如办员工联谊比较实在。你在看什么啊？没有啊。秦子琪今天晚上都没有上来，哎，这也太不像他了吧？会不会是生病了？怎么可能？他壮得跟牛一样，怎么可能生病啊？该不会是你在想他吧？我想他干嘛啊？只是他之前太常跑上来烦我们，现在突然这么清闲，有一点不习惯了。我劝你还是赶快戒掉这个坏习惯，我可不想每天见到那个偷窥狂。小心一点。到了吗？到了。慢慢走啊，左手边。对，就是这里。我本来想要租有电梯的房子，但后来发现走楼梯有益身心健康，而且偶尔运动一下还不错。要我帮你吗？请坐。东西都放在冰箱了，如果晚上肚子饿，微波就可以吃了。哦。你不要老是吃泡面，对身体不好。真的不是我爱吃泡面，我只是不知道要吃什么，而且搭伙比较方便。如果你喜欢搭伙，我可以让你搭。真假的？不用麻烦了。一点都不麻烦。还是你觉得我的厨艺煮得比喷还难吃？当然不是，你工作这么忙，怎么可能有时间啊？而且刚买那么多吃的，先吃完再说嘛。对了，你有发现余承峰看杏仁的眼神不太一样吗？不会啊，都一样，一样色。我
是说真的，新人看他的眼神也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感觉啊，女生在这方面直觉通常都很准。于承峰喜欢杏仁。不会吧？那个欧吉桑跟沈杏仁最少差10岁哎。那刚好啊，于承峰的成熟填补杏仁对父爱的不足。啊？很多年轻女生都喜欢年纪比她大的男生，因为有安全感。都喜欢到处乱丢东西，找时间我帮你整理一下。哦。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送你。到家打给你。嗯。拜拜。活动，你会不会打篮球啊？也对啦，经理教你。我以前是篮球队，我没得操多啊，快够！来，这个出球的时候，这个角度很重要。吴宝，再来哈，先调整一下呼吸，要一致哦。还是说再瞄一下？这个哈，一定要决定好了才可以出球啊，慎重。董事长好，大师。各位同仁，前一阵子月饼礼盒还有 PB 社会的事情，我看到各位的努力跟辛苦，大家为公司的付出，我很感动。有哪里，董事长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但是同时，我也看到了，我们招商部跟营业部之间产生了内部的矛盾。我不希望公司的组织里存在的派系、分化，还有对立。所以我计划重新组合公司年轻的员工，成立一个行销专案小组。培训期间，表现优秀者将是公司重点栽培的新主管人选。请问董事长，员工在职进修为什么要开放厂商旁听啊？于承峰先生，我特别请他来为各位上课的老师。啊？感谢秦董事长的信任，也请各位多多指教。这位是我的助教 Michael， 未来我会请各位写报告，报告就交给 Michael 就行。大家好，我叫 Michael。我有问题。你凭什么当我们的 leader？ 你会设计衣服，并不代表你会管理。你念过 EMBA 吗？你知道什么叫企划行销吗？上面就不要乱讲话。地址有诸多疑惑，请大师开始。我除了服装设计之外呢，还在法国高等商业学院 HEC 拿到 EMBA 的学位。Amazing！ 大师啊，你不但是个 designer， 还有这个 master degree 啊，真是个奇葩！小弟对你应敬啊！就算你是个奇葩好了，那又怎么样？董事长，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要用一个不相干的人来管我们。人是我请的，
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如果你怀疑我聘请的主管，你可以不要参加，没有人强迫你。我只是提出合理的质疑，我没有说我要退出。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换我提出问题喽。这是一颗篮球，请问肢体不碰触的话，要怎么样把球从我的手上拿到你们的手上？很简单啊，报警，叫警察来把你抓走，球就回到我手上了。干嘛这样啊？这是个好答案。还有其他的吗我知道，用扫把说。 ？OK， 用大风扇吹，也不错。老师，可以麻烦把球给我吗？对哦，这个办法好，简单明了。一个问题呢，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未来上课我会不断的丢问题，希望各位都给我不同的答案。于晨风的家伙根本不安好心眼，只有沈宪这个笨蛋才会相信他，好不好？要是杏仁自己不觉得被骗，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呢？怎么可能不担心啊？沈宪这家伙这么单纯，根本不适合生存在地球上。那个裁缝好好做衣服就好了，跑来当什么设计总监啊？我看他的专长根本不是设计衣服，是设计人。老头子一定是疯了才会找他来。 老头子，我是说董事长，反正他年纪跟我爸差不多嘛。你自己说嘛，找一个裁缝来评断我们做事的表现，你能接受吗？有实力的人是不要跟卖衣服的生气。你晚上有事吗？你约我就没事。那你想不想出去走走？ 我想喝酒。我陪你。董事长，那是招商部的副理郑凯儿小姐，少爷正在追求她。那沈杏仁呢？哦，他们两个好像有点什么，但是我不清楚，可能要董事长您亲自问少爷。再说吧。 看他的心胸跟气度，还要再花很长的时间磨练呢。深色分开洗，手洗，不能烘干，规定那么多，你以为我这边是洗衣店啊？哎，沈杏仁在干嘛？在虐待动物哦。我在帮小熊做运动啊。哦。哎，杏仁啊，如果说我去跟丰富总说我想退出专案小组，你觉得怎么样？啊？为什么？我又不像你这么爱工作，现在一次要做2份工作太累了啦。好啊，我是没有意见啦。可是如果你退出的话哦，就看不到 Michael 了耶，你自己想清楚哦。哎，你很机车哎，用 Michael 来威胁我，哦，烦死了啦！我要去运动。跪下，道歉，沈杏仁，对不起，原谅你。
果你喝醉，我会送你回家。如果你喝挂，别担心，我不会把你丢在路边的。你比较忙，你输了。我喝比你快，好不好？你很卤味，睡觉了。等一下，我去上厕所。你在这里睡着会感冒的啦。哎，接近你，连影子都微笑着，几千只纸鹤，你都耐心地陪着我着，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灵魂那么美，我却碰不得，感觉再炽热，也不能让飞蛾去扑火。跑进你的梦，难道就能不失落？放手啦！全公司都知道你在追郑凯儿，你应该也不需要他误会哈。晚安。
是朋友，只能保有一点点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不打扰你的自由。爱人不是最好的朋友，朋友再好也不能牵手，感情再天平两头，谁都怕太沉重。哦，谁啦？又是那个烂惨的秦子琪，看我把他踹死！不要激动啊，我去开门。秦子琪，半夜不睡觉，到底想要干什么？副理，对不起，这么晚还来吵你们。子琪她喝醉了，说胃痛。你们家有胃药吗？有，我去拿。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了。哇塞，也太劲爆了吧！秦子琪把郑凯儿带回家睡觉，哇塞，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关我们的事，回去睡觉。Good morning, everyone. 早安。哟，小坏坏，昨天去哪里坏啊？哎呦，下 everybody。下 everybody。昨天晚上真的很不好意思。人都有喝醉的时候，小事啊。姐姐，预备拜啊！怎样？一边是孔雀，一边是麻雀 ，hitt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Who's the daddy there? 经理，真的误会了，早。大师早。早。每个人手上都会拿到一则信封，待会再看。我先公布一下我们本周的题目。本周的题目是如何提升营业额的10%。目前本公司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跟我们的营业额相差不到3%。我希望各位在没有预算编列、不限任何情况之下，提出如何提高营业额10%的方案，周末前交出报告。大师啊 ，I know。英明如你啊，是想要出一些随堂的小测验来考我们，用最低的预算创造最高的收益。但是以我史特龙多年征战沙场、杀敌无数的经验看来 ，zero budget is the same with Mission Impossible。史经理的英文非常好，但是我们这个小组里面
没有职务高低之分，也没有资历深浅的问题。我要的只是每个人的经营创意。总监在说话，你小屁呀！我以为董事长大力推荐的经营人才会提出多了不起的行销计划，搞了半天我们还是回归到同一个重点：赚钱，赚10%，会不会太少？有意义的竞争会激出不一样的创意。我们这一次采随机的分组，抽到红色是 A 组，抽到绿色是 B 组，可以开信封。我们同一组哎！竟然我们同一组哎！我们同一组竟然我们同一组哎！我想请问，如果我们参考之前办过的活动，可是费用让厂商来出的话，这样可以吗？我希望各位把以前的旧观念全部改掉。宣传不一定要花钱，可能答案就在各位的身边，仔细找一找。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周5之前要交报告。这个题目我很早之前就有一些计划。我刚好有些想法，讨论一下吧。副理，那我去订会议室。不用了，你就准备下周要进柜的品牌报告，下班之前交给我。还要咖啡吗？好啊。沈组长，什么事啊，经理？你也知道，你主管经理我呢，向来是日理万机，每天要处理繁重的营业部的事务，还要带着你们几个小笨蛋往上爬，还要常态性的去拜访客户，以增加友谊的关系。所以我最近是非常的忙 ，busy busy，you know。所以现在怎样？你要落跑喽？这个阴人人把什么代志操你在造啦！哎，你现在是组长了，是该帮公司扛一些责任哦。记住，千万不要交给绿茶、曼蒂、子琪他们弄的东西不靠谱，到时候我被上面定。鲜奶皂。哎，他真是史上最机车的经理耶！先准你离职，又求你回来上班，现在又找一堆烂理由把工作都推给你。哎，你怎么啦？没事啊。我们公司从以前到现在，好像只有在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的时候，业绩才有可能成长10%。可是办促销活动要经费，不可能不花钱啊。拜托你不要在吃饭的时间讲工作好不好？很倒胃口哎。再这样下去哦，你的业绩没涨10%，体重就先掉10%了啦。我觉得大师好像不是要我们从促销活动下手哎。乐乐，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办法？我现在只求脱身的办法啦。真不知道于承峰怎么会选上我哎。之前收公文就过1天了，真衰。哎，你与其在这边胡闹，还不如直接去找大师要名牌好啦。你买了他第一件衣服，又帮他搞定社柜的事情，他应该不会拒绝你这个善男信。
直接去跟他要答案啊？这样算不算作弊？废话，当然算。秦子琪，你干嘛偷听我们讲话？你自己讲那么大声我刚听到你们要老于放水，走后门就要告诉你答案，对不对？怎么样？羡慕嫉妒啊？不服气的话，你可以自己去问他啊。拜托，这种简单到爆的问题对我来说是 piece of cake， 只有你们的智商才会被他唬到。纯跟蠢只差一个音。今天吃什么饭？你干嘛啦？你不是胃痛吗？还能吃啊？我什么时候胃痛了？干嘛？敢带女生回家睡觉，不敢承认呐？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有人在我家睡觉？你在我家装监视器？谁像你一样爱偷窥啊？那你怎么知道？昨天半夜，郑副理上来跟我们拿胃药，他说你喝挂了，胃痛。还好意思叫人家上来拿胃药？你把我们家当厨房就算了，现在把我们家当成药房啊！你们不要想歪哦。昨天我们喝醉了，他睡沙发，我睡地上，我们根本没有怎么样哦。好冤枉哦！我们只是喝醉了，但是没有怎么样。像你这种基本款的小色狼，谁会相信你啊？我发誓，我们真的没有怎么样。你不用发誓，那是你跟他2个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你不用特别解释。羞羞脸！你昨天是不是上去拿胃药？我是担心你隔天早上起来宿醉，所以就先帮你拿胃药。怎么了？杏仁跟你说的吗？他是不是觉得太晚吵到他了？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闲聊。对了，老岳的作业你有什么想法吗？百货公司每天开门最想吸引的就是人潮，但我发现之前公司只是想要利用高价品牌，就像老于那种怎么穿都还要研究的衣服品牌，那跟一般消费者距离太远，花钱还要用脑，你不觉得很累吗？是吗？想要提升公司业绩10%，我认为应该要把金狮百货的形象做一点改变，不要只是依赖高价品牌，应该要让所有人一到假日就想全家一起来金狮百货，让金狮百货变成一个维系家庭情感的游乐场所，业绩自然会提升，而且效益绝对是长期。就算你的说法对了，但是实际效益要很久才能反映在报表上。怎么说？世界90%的财富集中在10%的人身上，客人量增加，但植入没有提升，只是在美食街和游乐场这些低消费的业绩上涨。放太多仪态不佳的人进金狮，会吓跑财力雄厚的客层，名牌精品的销售业绩一定会大打折扣。况且你别忘了，零预算的游戏规则。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我的想法是锁定金字塔顶端的客人，举办贵妇之夜血拼公馆活动。零预算呢，多出来的营业时间跟人力也要纳入成本规范。用原有的公关预算发500张 VIP 邀请函，在正常营业时间内封馆，好比说晚上7点到10点，让云端的客人享受到采购的特权。以他们超高消费能力，等于引进上万人潮，总业绩自然会增加。你觉得呢？不要老是替别人送案子，找个时间看看自己以前写的企划案。其实你现在说的跟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企划内容非常接近。我当时还想建议公司把附近老旧的公寓做一点整理跟改建，以建立金狮百货精品帝国的形象。所以我们达成共识了。
我也想试试我当时的计划到底有没有错。梦想可以一步步实现，虽然你现在只是个助理，但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加油！从小我就看我妈为了要给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家这么辛苦，我真的很舍不得。好不容易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当然想要赶快买一个房子，让她住得舒舒服服的。干嘛啦？上班不上班，你在干嘛？关你什么事啊？哎，你要去哪？我要去哪里？不用跟我的助理报告吧？你不要闹了啦！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好不好？不要，你商量的都没好事情啊！你先听我说完嘛。我中午不知道吃什么，而且一个人吃饭好无聊，我们一起吃好不好？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你就饱了。有这么好的事？对啊，你怎么不去买个镜子照照自己啊？这样以后都不用吃饭啦。对哦。好了，佩玲姐，这样地板就不会湿湿的了。谢谢啊。不会啦。哦，对，那个6楼女厕的灯是不是也坏了？对对对，我跟那个公办啊讲了好几次，都没有人要处理耶。哦，没关系，我等一下上去换。好，谢谢你。哎，请请请！沈谢，你在那边干嘛？收水管啊！水电钱你也要赚哦。哦，对啊，你来正好，拿去。干嘛？那个马桶不通，你等一下去处理一下。哦，还有6楼女厕的灯也坏了，等一下顺便上去换。拿去啦！记得洗手啊！马桶在这里。副理，怎么样？最近报告准备的如何？我还抓不太到方向，不过尽力就是了。史上这次应该又把责任撇得很干净，真是辛苦你了。不会啦，反正多做也不会怎么样啊，成长还是自己的嘛。难怪子琪老师跟我说你很笨，说就算你做到过劳死，也没人会感激你的。他也常常这样说我啊，
但是我自己不觉得自己笨。像我们这样的人，才是公司的基石栋梁，对吧？有吗？还好啦，我觉得我只是做好我自己分内的事情而已。对了，子琪很喜欢吃你煮的意大利面。是吗？我最近跟他在一起，常常听到他称赞你的意大利面，所以我猜你的手艺一定很好。我手艺哪有好啊？秦子琪每次都说我为他吃喷。那你可以教我煮意大利面吗？可以吗？好啊，当然好啊，有什么问题？谢谢。那副理，我先回办公室了。屋瓦的部分可用木条一片一片粘贴在屋梁上，但要注意由下而上，一条一条往上粘。小欸边缘开始切开10公分，10公分，没事没事，楼下那个重度躁郁症又发作了，习惯就好了。继续。他常常这样子吗？也还好啦，也不是常常这样子。什么还好？他真每天上来乱呢，把我们在当便利商店。哦，不过最近很少上来了。那是因为刚领薪水好吗？以他的勤事花钱法，不到月中就会跑上来白吃白喝啦。不相信我们打赌。副理好了，做法都在上面。谢谢。如果有不懂的地方，我再问你。副理，我问你哦，你是不是跟秦子琪在一起啊？其实我一开始也很讨厌他，可是慢慢相处之后，我会觉得他很好笑，很有趣。他还会逗我开心，也会跟我分享他的理想目标。他真的对我很好，所以你们觉得我应该跟他交往吗？沈信仁，我受伤了，你帮我擦药。秦子琪，你刚刚在楼下干嘛？坐劳作。你怎么在这里啊？我来找信仁聊天啊。手指啊，看看。你伤口很深哎。擦一点药就好了。会痛吗？还好。
我先去洗衣服。也还好嘛，伤口这么小，叫成这样。车号3729，5分钟后到。沈先生说这样叫车可以省15块。杏仁最近心情不好，你不要去闹他。他怎么了？他没有明说，不过听得出来是因为余承峰的关系。他跟你说什么？你知道他很崇拜余承峰，所以想在偶像面前力求表现，压力很大吧？盲从。你不要这么说，能在喜欢的偶像面前一起工作，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刚刚杏仁还跟我说，他一定要想到提升业绩的方法，好让大师对他另眼相看。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不可以跟杏仁说。哦。你之前跟我说过，我应该开始学习习惯依赖。从现在开始，我会试着去习惯。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能在喜欢的偶像面前一起工作，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刚刚杏仁还跟我说，他一定要想到提升业绩的方法，好让大师对他另眼相看。不打扰你的自由。认识你，也许我就足够了。缘分的深浅我都不管了。可能你感动，也看不见我心如刀割。哪怕很痛过，至少就不算错过。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有一丢的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不打扰你的自由。味道如何？那就多吃一点。谢谢。老于，我刚在办公室找你，报告做完了吗？
差不多了，我快做完了。我就知道你可以。晚上我请你吃个饭。不要啦，你上次已经请过我了，这次我请你。好啊。怎么了？没事啊。老于，坐啊。哇，吃那么好。为你们2个的浪漫晚餐，这是我今天附赠的 service。拜。乐乐，你不吃哦？我才不要当电灯泡嘞！我要去逛夜市了，你2位慢慢享用哦。都是一些家常菜，随便吃，不要客气。谢谢你的晚餐。哇，亲子晴还在这哦，我以为你这偷窥狂已经搬走了嘞。关你屁事！亲戚，我跟你说哦，干嘛啦？我们家新人呢，现在在跟大师共进浪漫晚餐。我警告你哦，最好给我乖乖待在家里，不要上去搞破坏，听到没？雨晨风在上面。对啊，我们家新人26年来都没有谈过恋爱，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跟他仰慕已久的大师单独相处。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罩子放亮一点，知不知道？不去就不去，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上去啊。最好是。这么巧，秦子琪刚好住楼下。对啊，而且他很烦啊，常常有事没事就跑上来。你干嘛？你怎么来啦？吃饭呢。那就像现在这样，不请自来。这叫敦亲睦邻。大师今天开荤呐。沈县人今天大手笔大手笔关你什么事啊？你回去啦，又来白吃白喝。大不了付钱嘛，小气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上个月就在冰箱里面看到你现在筷子夹的那颗马铃薯了。马铃薯发芽是有毒的，沈姓人。你不要听他胡说哦，这颗马铃薯跟他上个月看到那颗不一样，这个绝对没有发芽。而且很好吃。大师果然是艺高人胆大，竟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啊！你干什么？你以为少林寺厨房啊？你在乱讲话，我就毒哑你！来啊，回去啦！回去。不好意思哦，本来可以好好吃一顿饭，被他这样子闹。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玩的。我觉得秦子琪对你有意思。啊？通常呢，小男生会欺负自己喜欢的小女生，他就给我这样的感觉。不可能啦，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他有女朋友？就是我们公司招商部那个正副理啊，你见过他？沈姓人组长早，经理早。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交给你经理我啊？什么东西？业绩报表我已经放在你桌上啦。是啦，但是今天要跟于大总监开会的分组答案呢？啊？什么？陈信仁呐，你现在是个小组长哎，怎么眼界还是没有提升呢？你不知道上台报告这种大事，向来是你经理我的责任吗？还有嘞？可是大师好像说过，我们这个企划小组是不分阶级的哦。你这个小朋友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要每天学那个秦子琪在那边硬吹硬挤的，有没有伦理呀？我跟你讲啊，一日经理，终身经理，知唔知咧？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赶快！先不用急着拿给我，你确定里面的答案都是没有问题的吗？我仔细认真的研究了很久，应该没有问题。Amazing, beautiful, brilliant！ 等一下开会的时候记得带上来啊。数据显示，要争取新的客人，金狮百货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保住现有客人的6到10倍。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应该要集中目标，锁定金字塔顶端的顾客，因为他们才是真的有超高消费能力的族群。我们提出 VIP 之夜贵妇限定活动，这是主攻珠宝首饰，世界顶尖名牌，只要4个小时，预估目标创造6亿以上。郑副理，你那个数字听起来很炫啦，但是小弟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请问你啊，哪来那么多贵妇啊？你大肆举办封馆之夜，到时候贵妇来个小猫2、3只，你女神的地位可会不保喽？我有前500大企业主夫人的电话和手机。这个通讯费用也是支出啊！你不要忘了，总监曾经讲过 zero budget 零预算啊。直接 mail 到客户手机，预算0。还有利用金狮百货每个月寄出的问候卡，上面注明贵妇之夜的日期和时间，这些都是平常公司在做的事情，所以没有增加新的成本。没有预算被他们解读成不增加预算，会不会太贼了？说得很好，谢谢。史经理，该你。是的，于总监，换我了是吧？拍拍手，谢谢。是的。关于于总监所提出如何有效增加业绩10%的专案，小弟我挑灯夜战，缜密非常有计划的策划之下呢，终于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此小弟向大家报告一下啦。首先，3楼厕所水管漏水，打扫清洁人员需多花2倍的时间处理，并且造成恼人异味。仓库动线设计不良，各厂商补货容易摔倒受伤。那什么？各位千万不要误会，这只是前言而已啊！那个子曰啊，是要因小而看大，小不忍则乱大谋。沈经然，你赶快上来补充一下，经理我之后再做结论。哦。请说。我发现公司内部其实有很多问题，除了刚刚提到的3楼厕所水管漏水没有及时处理，造成清洁人员的不便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公司仓库动线的规划也不是很好。像我们公司仓库在地下2楼，
可是楼梯很陡。对啊，穿高跟鞋很不方便，而且常听说有人在那边跌倒。我这里有126份的问卷调查，这是我这个礼拜统计出来的。根据数据显示，顾客愿意再度光临的原因，其中服务态度良好占了74%，可是觉得我们服务态度良好的却只有48%，这中间有26%的落差。我想要找出原因，所以做了这份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就是现在的这份报告。抱歉，你的报告内容跟提升业绩没有关系。其实这是有关系的。柜姐是销售的前线，清洁是公司的门面，他们都是跟顾客直接面对面的第一线。如果我们能处理他们工作上的难处，那基层员工工作心情好了，服务态度当然也会变好。服务态度只要变好，那公司跟顾客之间也可以更容易的建立情感，回客率变高了，业绩自然也就增加喽。Yeah！ 本组的重点呢，就是在提升服务的品质，以人为本，以客为尊，自然而然业绩就提升了。再者，小弟我，谢谢你的结论。A 组提出来的想法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业绩，但却缺乏长时间的经营观念。各位试想，贵妇之夜1年该办几次？这是全面的业绩提升，还是只针对某些精品专柜呢？大师啊，不好意思啊，咱们那个年轻人哦，做事情总是这个样子的，不瞻前不顾后，好高骛远的，您就多包涵哈。石经理，对不起，我还没说完。拍谁啊 ？B 组所提出来的提升服务品质跟建立跟顾客之间的关系，短时间内看不出成效，但长期而言，对公司形象以及业绩绝对会有显著的帮忙。现在的题目是如何提升公司业绩10%，不是改变公司形象。请总监裁示哪一组赢了？你们两边的想法都很好，为什么要分彼此？那为什么要分组？秦子琪，干嘛？大师又没有说错。对，大师说的都对，大师放屁也是香的。陈宪，你会不会觉得你越来越像个粉丝了？秦子琪，这是会议，会议上面你用情绪性的字眼发言，非常不妥当。请你道歉或离开，2选1。你高兴就好。我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比赛一点兴趣都没有。没风度，大懒虫。没关系，我们继续。是总监，是的，本组的计划是这样的啊。服务人本出发点，这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啊？心情不好？那要不要陪我一起兜兜风？
起刚刚的态度，我想我会处分。你不用帮我出气啦。我不是帮你出气，我希望的是与优秀人才做团队合作，而不是个人的美式英雄主义。我知道他态度不应该，可是他的计划真的不错，也可以执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嘛。他真的很聪明，也很有想法。我知道他跟人相处的方式都怪怪的，我会叫他改进。他对你一直那么凶，你还帮他讲话？我不是在帮他讲话哦，他是我带的新人嘛，态度不好是我没教好，身为主管我当然要负责啊。好了，先不谈这个，我们去吃饭吧。哦。怎么了？来，先坐下。我帮你看看吧。不用啦，没事啦，没事啦。没关系。是不是于承峰啊？那男的是于承峰，对不对？于承峰啊！你帮我挡一下，你帮我挡一下，你帮我挡一下。对不起。没关系啊。我送你去医院吧。不用去医院啦，没那么严重啊。还是照 X 光吧，万一伤到骨头怎么办？不会那么倒霉啦，只是拐到而已，揉揉就好了。我可以走，我可以走啦。算了，我背你吧。啊？你背我啊？对啊。你也太衰了吧！难得跟偶像约会，还吐槽。哎，照理来讲，你们下一站的行程应该是去吃浪漫的海鲜大餐呢。我们哪里是约会啊？不要乱讲好不好？骑重机、看夕阳啊，不是约会是什么？不是啦，就老于看我心情不好啊，带我去兜风。那我心情也不好啊，大师怎么就不会带我去兜风？杏仁，大师在追你，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大师是我的偶像，不是对象啊。偶像就不是人了吗？那你说嘛，他哪里不好？他没有不好啊，他很好。那就好啦，就像偶像明星谈恋爱被抓包一样，不否认，不排斥，不抗拒，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啦。嘿，你越讲越夸张了耶！大师现在是我们的长官，你会跟长官谈恋爱吗？而且我们差了10岁。有料的熟男才是爱情的王道啊！总比那个穷光蛋幼稚鬼秦子琪还要好吧？关秦子琪什么事啊？讲他干嘛啦？我总觉得你们最近怪怪的。哎，你们常常像情侣在吵架一样，你跟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啊？谁跟他是情侣啊？而且我们没有怪怪的啊。沈杏仁，拜托你清醒一点，秦子琪不是你的菜，你需要的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胸膛，而不是一个幼稚小孩的肩膀。哇，不会吧！时尚教主于承峰大师骑100万重机带你去看夕阳，这样的约会也太浪漫了吧！这才是真正成熟的好男人啊！比起那种15、10元软饭还要挑食的死小孩，好1万倍！
完全娱乐。哦耶！接下来给大家看这个影片，点阅率超过15万人次。哦，我跟你讲，之所以会这么红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影片中的帅气的男子疑似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大师于承峰。我觉得你讲疑似这2个字真的是有一些保守。你讲的，我觉得根本就是他本人。你讲的，我说的。我觉得给观众朋友们自己判断好了，看一下，给他们看一下 VCR。哦，好不好？看一下 VCR， 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什么？国际服装大师于承峰疑似劈腿有小三？日前网络传出一段与于承峰相似度99%的帅气男子与一名不知名、长相普通的女子相约出游，而影片中女子似乎是扭伤，于承峰不但贴心的抚摸着女生的脚，甚至还主动亲密的背起她。难道于承峰真的劈腿有小三了吗？这可能就要等当事人出面说个清楚啦。完全娱乐综合报道。我跟你讲，圈内最近流行好像有一种时尚名流风，对，于承峰嘛，大家都知道，正到翻的女友魏敏娜，跟这个女生比起来的话，我只能说这个女生是个虾妹。其实我觉得他们2个当事者应该就是出来正式的澄清一下。我跟你讲，最近大家都很流行讲什么好朋友，我们不买这一套的好不好？好朋友不可以用这3个字，所以是说好朋友就等于是小三。好好讲，好好讲，好好讲。哎，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她应该是没有男朋友的吧？如果她有男朋友的话，现在她观看电视的时候应该被冰斗了。不要冰斗，不要冰斗，好好讲，好好讲。深呼吸，我还是要冰斗。深呼吸，深呼吸，不玩了，休息一下。沈信仁小姐，请问你跟于承峰是什么关系？沈信仁小姐，你是不是第三者？沈信仁，你为什么不说话？沈信仁，你是不是觉得你做错了？沈信仁，够了没啊？在讲什么啊？脑子有洞哦！我是在帮你练习记者有可能会问到的问题，省得到时候人家问到你结结巴巴的做贼心虚。什么记者什么问题？我干嘛要心虚啊？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非常红。很炫哦，看一下。这是谁拍的啊？敢去就不要怕被拍。什么不好学，学人家当小三。老于已经有魏敏娜，你知不知道？清醒一点吧。他只是看我心情不好，带我去兜风。我只是刚好扭到脚，他好心帮我而已嘛。对，你刚好心情不好，他刚好带你去兜风，然后你刚好扭到脚，他刚好帮你检查，他又刚好不小心背起你，你又不小心刚好靠在他的背上，结果你不小心露出甜蜜的微笑，又刚好这个时候主题曲响起。Only you。讲完了没啊你？我说没有就是没有，随便你怎么想啊。随便我怎么想。我没有女朋友。喂？你怎么了？你先不要哭嘛。你可以过来一下吗？你在哪里？好，我马上过去。
医生，我妈情况怎么样？病人一度心脏衰竭，经过抢救，目前已经恢复原状。但毕竟你母亲长期卧床，要维持现况会越来越困难，所以你有空的话就多陪她。对不起，第一次让你看到我的家人，就是在这种场合。你妈到底怎么了？我妈是植物人，她躺在病床已经很久了。小时候，我们家很穷，我妈总是牵着我，在大街小巷捡空瓶子。从天一亮我们就出门，我们一直走，一直走。每天都是这样，从早忙到晚。跟妈妈捡破烂，虽然很辛苦，可是我宁愿待在外面，跟妈妈一起。也不愿意回家。为什么？我爸回家才是最可怕的时候。我爸每天喝酒，每天赌博。有一次他赌输了，要不到钱，就把我妈打成重伤。走开！然后我怎么也叫不醒我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跑到附近的警察局，请警察帮忙，却也说不出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妈就被送进医院，而我就被送到幼儿园。警察叔叔，我妈妈呢？妈妈去哪了？妈妈会不会来接我？我来帮你
不出来吧？我是在幼儿园长大的小孩，我努力读书，靠一个企业匿名资助，才走到今天。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这世界虽然很大，但能保护我的人，始终只有我自己。我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奋斗完成的。知道我身份背景，你不会看不起我吧？当然不会。而且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反而有点佩服你。其实你真的可以不用这么独立，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坏人，还是有很多是可以依靠、可以相信的啊。例如你吗？我不是这个意思。跟你在一起，让我没有压力，也很开心，也让我感觉到我最缺乏的安全感。你是唯一会让我想说出内心秘密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想把你当成我往后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朋友。哦。所以不想对你有任何隐瞒，希望你可以帮我保守秘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你唬烂的吧？郑凯他这么高傲，会这么跟你说？你小声一点啦！你真的很强哎！怎样？多少人想约他都约不到，他居然跟你说这些，该不会是你让他知道金氏百货是你爸开的吧？我疯啦！哎，他不会是真的爱上我了吧？废话，当然是。你自己先去招惹郑凯儿的，他现在话都讲这么白了，那么你呢？你对郑凯儿是不是来真的？跟他当朋友好像还不错，但如果要讲到恋爱，就会变得有一点点压力，因为她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女孩子。有时候我跟她相处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严肃，但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干嘛那么硬啊？但知道她的秘密之后，对她好像又多了一点点尊敬。那上次你陪他来看预售屋那女的，我最近在电视八卦新闻看到她，我记得她叫沈信仁。喜欢和爱之间的差距，像决心又沉溺的乐趣，既怀疑又坚信着爱情。喜欢人潮满溢的空虚，也在噪音里更静谧，看泪水和笑容成正比，一面随性，一面封闭，那一面是我自己。朝无边路去寻找回相会。怎样？是不是喜欢他？
我喜欢沈杏仁。对啊，我喜欢沈杏仁。是啊，怎么可能啊？他不是我的菜啦。而沈杏仁这么啰嗦，有时候这么小气，说身材没身材，说脸蛋。好啦，第一眼一般般，但看久其实还蛮耐看的。但是他脾气不好，反应又迟钝，还有，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爱上班的人。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他的逻辑，哎，他全身上下都有一种傻气。那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他最吸引你的地方，就是他的傻气。我是看沈杏仁对谁都掏心掏肺的，不管做什么都吃亏。对这种人应该发挥一点同事爱吧。而且沈妈对我超好的，她还拉着我的手，叫我一定要照顾她。连妈妈你都见过了。一个告诉你内心深处秘密的，一个已经见过家长了。哇哦，这下你不好处理喽。谢谢你的提醒，不客气。哎呦，这些狗仔还真的赖着不走啊！再这样下去，我看连 SNG 车都要开来转播了。杏仁姐，哎呦，厉害哦！现在每天雅虎跟 Google 的搜寻关键字都是于承峰把嫩妹，哦，想不到杏仁豆腐这么好吃啊！经理，我跟大师真的没什么，我们是好朋友，而且你也知道，不用关系啦，不用一直强调好朋友啦，不用急着解释你的绯闻嘛，我也被拍过啊。我是说，你要跟长官谈恋爱没关系，但要是被公司知道了，觉得这会有损公司形象的话，在你谈恋爱谈的是死去活来，我被老总定的是皮开肉绽，低调，低调。哟，又痛又痒的人来了。青姐啊，你这摆一定感觉题目是就袂爽的对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沈小姐的绯闻呢。哎，我讲啊，这个沈妈妈家的子琪可能要变成沈妈妈家的小峰峰喽。没关系啦，你已经挺到一个郑凯儿了，宅男界会为了你而疯狂的，猛挺啊！姐，看什么啊？我警告你哦，你不要跟经理在那边乱起哄。我什么都没讲哎，凶屁！我哪有凶啊？我什么都没做，凶屁啊！哎呀，好了啦，经理又不是反对你们谈办公室恋情，但分手就是要分得漂亮，分得干净嘛。好聚好散，好啦，周年庆到喽！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一起去洗脑。小心不要再被狗仔拍到了哦！